Hello， 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带来还是一期实战之后的感受的视频。那这个鞋子呢，也同样只做了一次的实战，所以说现在堆积的需要实战的鞋，需要下地的鞋确实有点多。今天咱们这期视频来说一下的就是我之前帮忙代购的这个安德玛的 Magnetico Cologne，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啊。这是一个 FG 的顶级的版本。那咱们在上一次的视频，当时就只是比较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款鞋子，因为当时是刚到嘛。我本来想着是再做一期比较长的这种开箱视频，但是呢，觉得有点浪费这个资源了，所以说这期视频统一的先来说一下这个鞋子的样子，然后再来说一下这双鞋实战的感受。首先你能看到的，这是一个 FG 的版本啊。这个 FG 的大底有很多人说鞋顶长，但是实际我觉得你要是到手了之后，你会觉得，最起码在我这里来看，这个鞋子的鞋钉，应该说和阿迪的 AG 差不太多啊。特别是后跟，你看这后跟这几颗钉子其实并不是特别长，唯一长的地方是你在前掌这个位置。看到了吗？这个钉子看起来有点长，这只是看起来，并且这个鞋子的大底的鞋钉基本上都是圆形的鞋钉，可以说在 AG 在人造草坪上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同时还是要注意的是，你要踢的草地上面，最起码人造草坪下面要有一个比较厚的这种颗粒的垫层，这种鞋才能上啊。这依旧还是上一期视频的说法，就是如果说你踢的是地毯草，下面没有任何的这个颗粒的话，那你就要选择 TF 的这个大底。那这个鞋子呢，鞋底是这个样子，然后鞋子的面料，当时在开箱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系列推出到市场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好奇说这个面料到底怎么样。因为什么？你看到了这个面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褶皱，这种褶皱呢，其实说在安德玛这个面料的介绍上来讲，这个褶皱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强的弹性的。所以说呢，你看着说这个鞋子啊，这个新鞋，或者说你没穿的时候怎么这么扁呢？你实际穿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面料会贴合你的脚型，全部的撑起来，并且咱们说这个面料真的是很柔软。你看在足弓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柔软，在前面也一样，前面只是因为褶皱比较多，所以说你在外面拿着的时候，你看着好像说稍微有点硬，但其实是非常的柔软的。然后呢，顶级现在在国内就是淘宝上面，特别是淘宝，大部分你能买到的是这个鞋子的次顶啊。次顶的话也是独立鞋舌，这顶级的也是独立的，这是第二代的，第二代是独立鞋舌，第一代的时候是针织的一个一体式的鞋舌，好吧。然后呢，次顶的话独立鞋舌，然后呢后跟这里你会看到。这个顶级的后跟看起来是比较干脆利落的啊，然后呢，次顶的那个后跟就是变得非常的，在我看来是比较臃肿了，就是跟那个跑鞋的那种，就是慢跑鞋的那个后跟一样，那上面的填充做的非常的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鞋子的面料上面没有这些颗粒，没有这些颗粒啊，这个上面这个颗粒是没有的，在次顶上面，这个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整体上的话，我在我们群里面有人买了第一代的这个 Magnetico Cologne 的这个鞋子，他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脚背这个位置，你看到了鞋子的鞋带孔这些有这几个，对吧？在前掌这个地方有一个横的，就是末端，但是呢，鞋子面料的这个开始的地方和鞋舌这个地方，就是鞋带孔的位置可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的压的这条胶条，他们有说第一代的时候会有点压脚背，啊，因为它这个可能说弧线呐，或者是怎么样，它设计的不太好。但是最起码这二代在我穿着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感觉有压脚背的情况的。这个是很挑人的脚型的，啊，就是说高低脚背的话，这个鞋子穿起来会有差距。但是宽窄的话，我觉得这双鞋子应该会比较适应宽脚或者瘦脚都能够适应。基本上它的大体也就介绍到这些。然后呢，咱们来细看一下这个鞋子的各方面的东西啊。然后首先就是这双鞋子的面料，咱们刚才提到了啊，这上面都是有颗粒的。然后呢，我来演示一下这双鞋子面料它到底有多大的这种撑开的能力。你看。
这个如果说我把手放到里面的话，它其实能撑开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又下来。所以说这个鞋子的面料，我觉得在静态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好玩啊，非常好玩，很有弹性的一个面料。当你穿在脚上去实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面料很像什么呢？很像一个非常薄的皮质的这种感觉。它的这个面料的柔软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很好的。这个是我实战时候的感受。带球啊，还有这个发力啊，我觉得都很正常，就是说没有说太特殊的地方，并且你看到这上面有这么多的颗粒，它带来的摩擦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当你在带球的时候，这个鞋子的鞋舌呢，因为是个独立鞋舌嘛，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多需要去仔细去介绍的。这个独立鞋舌的话，下面是没有任何的填充的。就是这个鞋舌就两边有打孔，有这种透气的，然后呢中间有这么一个鞋带孔，防止跑偏。但其实这个鞋子的鞋舌应该说跑偏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因为本身鞋舌就短，所以说它这个基本上不会太怎么跑偏的。这是鞋子的鞋舌，然后呢鞋带孔的设置，咱们看啊，这是前面在最前面这一块有这么一个鞋带孔，然后呢后面到上面的时候。这都很正常了，但是在最后，它给你设计了一个这种就是额外的一个鞋带孔，这个什么呢？那你就可以做那个什么嘛，这个叫跑者节嘛，对吧？很多独立鞋舌嘛，就当时我这个在那个美津浓那个阿尔法那个鞋子上说的，阿尔法那个鞋我当时穿就老是这个鞋口裂开嘛，然后大家都说要有这个要再自己做嘛，要自己做个跑者节嘛，那你就试试呗，反正这个鞋也有，对吧？这个好坏我不去评说，反正呢这个东西它给你了这么一个选项。接着就是来说一下它的后跟。这个后跟的话，我们看到外侧有两块这样的泡棉，这个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就是你这搞外侧干什么？你弄得像那个阿迪达斯那个狂战士有点像，但是呢你说这两侧的这个泡棉真的会有人踢到这儿吗？或者说真的会有人伤害到你吗？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怀疑的啊。但是呢这个泡棉的厚度上来讲，我估计应该也有个1-2毫米吧，基本上是这样。后跟上面的话呢，全部的这个鞋子上你唯一能看到安德玛的 logo 就在这个鞋子的后跟，所以说整体上来讲这双鞋子都是比较低调的。你从侧面上来看，如果说就是侧面啊正面基本上你什么都看不出来，就只是一个全部的非常洁白或者说非常干净的这种颜色，只有后跟这个地方显示这个鞋子是安德玛的。再有咱们要说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个鞋子的后跟的里面，就是这个内衬的地方，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呢？鞋垫子这上面写的说这个叫技术叫什么 3D 的这个 3D， 然后呢 pre-molded heel， 就是说什么预成型或者什么，就是这样的意思吧。但是这个鞋子的后跟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填充有多少呢？这么点儿，看到吗？就只有这么一小块，这个海绵的这个头在这儿，然后延伸到这边，另一侧海绵的起始点在这儿。所以说你真正需要垫层的，真正需要海绵的正后方整个都是没有海绵的，就是除了这一层布，后面就直接就是它的罩杯。那这个鞋子我穿起来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我竟然没有磨这个后跟，但是就因为这个鞋子的后跟是这样的设置，我觉得有很大的几率大家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会有磨后跟的情况，并且很难去改善。为什么？因为这鞋子后跟它里面直接就是罩杯你这个东西它你怎么成型它也不可能说就这个再有什么明显的变形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鞋子的后跟我觉得设置的比较奇怪，并且我刚刚按的时候我发现是什么呢？里面这边没有海绵的垫层，但是外面它怎么可以摁得动这就是外面它有一层这个海绵。安德玛这个想法真的是很超前嘛，很超前。所以说鞋子的后跟基本上是这样。你能看到这个鞋子的领口呢开的还是比较大的，
我实际穿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鞋子的包裹感呐，或者说领口的这种松懈的感觉，我的感受上没有来的那么的明显啊。这说的可能比较绕，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包裹感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个样子。接着咱们就说这个鞋子的大底，鞋子的大底的话，你能看到这个鞋子的鞋钉，它不是说中空的，它不是 AG 的，就是耐克 AG 的那种，就直接把里面通到底儿的，这个没有啊，就只是做了一个小坑。然后呢，所有的鞋钉都是圆形的鞋钉，当然我们看好像说这边的这个鞋钉的长度有点长，但是其实也没有多长吧，就一个手指这样的长度。这个鞋子的鞋钉，我在实战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第一抓地是很稳的，另外呢，因为是圆形的鞋钉，灵活性真的很不错。然后呢，你也看到了这个鞋钉的排布和耐克呀和其他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些鞋子做的都差不太多，所以说整个这个鞋子的鞋底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鞋子的大底的这种结构了。这个鞋子的结构呢是一个半中底的结构，我们看到这个鞋子的里面后面是整块的这个中底部，这种做法我看着有点像是原先的刺客的感觉呢，我觉得就是中间缝一条线啊，就只是说这个缝线的问题。它其实前面这个鞋子的里面的话，你能看到这个前面应该说是这个地方，就是好像看的不是很清楚，这样能看清楚。最前面它是一块半掌的中底，然后呢这个中底的位置大概是在这样。正常来讲阿迪达斯会延长到这儿，对吧？但是这个呢就只到这里，所以说做的蹬地或者说脚弯折时候的这种自然的感觉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好。你看，如果说我这样弯折的话呢，它的弯折的点基本上是会在这里，看到了吗？这个地方有一块比较明显的这种材料的弯折，也就是说整个前掌这一部分做的都是比较硬的。这个我在实战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感觉，这个鞋子里面的半掌中底，它在人造草坪上带来的回馈都是比较好的就没有说这个鞋子有泄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做的比较不错的，但是也同样的有一个问题，安德玛在这个鞋子其实一直都是，因为安德玛这个品牌做足球鞋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半掌的中底，我在它的官网上看到只有一个评价，它把这个中底从这个就是中底的起始的这个位置，前掌的这个鞋底全部的撕开了就是可能蹬地还是怎么搞，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前面整个掉下来，但是也只有那一例我现在只看到那一例的案例是这个样子，其他的我没有看到，好吧？其他的我觉得好像反应比较多的是这个鞋子的后跟但是我穿着这个鞋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反正这个鞋比较挑脚，好吧？再接着呢，咱们看一下刚才拿出来的鞋垫，在之前的时候好像说过这个鞋垫的配置，最起码它做的还是比较良心的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缓震的垫层。你看到鞋子的前掌这个鞋垫的前面呢，最起码有3层，然后呢又在后面又搞出来这种其他的这个材料，这个有可能是增加一定的支撑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它这个技术到底是说鞋垫是这样的成型还是说它的后跟是这样的成型，不太清楚。但是呢，最起码它给的配置还是比较多的，整个你按压起来的手感也是比较扎实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喜欢。鞋子的尺码上来讲，我这个鞋子买的是44.5也就是 JP285， 它是没有 JP 了，它这只有一个厘米数，这是285。这个鞋子我穿起来，我个人的感觉，鞋子是偏小那么一些的，偏小可能1到2毫米这个所以说我穿着呢，感觉稍微的长度上有点短，但是因为鞋子的面料的弹性又非常好，所以说其实感受上并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说没有感觉说有特别局促的这种感觉。再有一点就是鞋子的鞋头这里面的加强，这个鞋子的鞋头的加强其实看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就是这块这凸出来的这一块弄得跟那个有点像鳄鱼嘴有点像。前面这一块呢
都是非常的硬的，它直接在里面就是它的内衬那一边贴了一层塑料的这种贴片，所以说呢，这个鞋头的话，我觉得强度上来讲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安德玛这个鞋子的做工啊，真的是非常的差。你看到这块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凹陷的，这个凹陷是他们加工的时候，估计这个塑料片自己就变形了，所以说这个倒是不影响实战，但是这个确实影响观感啊。整个的这个鞋子的介绍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咱们来说一下这双鞋子的实战的感受吧。实战的时候呢，这个鞋子给我的感觉，两边的面料虽然说它也有这样的变形的能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支撑啊，或者说它的包裹性都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当我穿着袜子，然后整个的这个穿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鞋子的面料真的是非常好，它的包裹感呢，整个的这种贴合的感觉都做得很好，并且你看到了这个鞋子，因为它这个鞋子的面料的弹性，所以说基本上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褶皱。然后呢，要提到一点，咱们刚才说了，其实有几个缺点啊，一个是鞋子的领口它可能会开，然后呢，鞋子的后跟啊很有可能会磨脚。然后我还要说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鞋子的面料整体是不防水的，因为上面都是砸了很多的这些缝线，所以说这个面料完全的这上面基本上你可以想象成上面有非常多的孔。我这个刷鞋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鞋子是完全不防水的，就基本上沾了水，或者说你冲过水之后，面料里面的内衬就马上就湿了。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个透气性非常好的鞋子的话，那这个鞋你绝对可以考虑。我穿这个鞋，我个人在实战的时候就踢了一整场，我都没觉得这个鞋子有闷脚的情况啊，就是这个鞋子确实感觉很透气，当然它也透水，对不对？那这个鞋子的话呢，整体上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啊。给一些群友代购之后，他们的反馈好像说这双鞋也还不错。我个人觉得呢，大家是值得去尝试的。那现在的话，这双鞋子一双鞋大概的价格应该在1000左右。那当然顶级的鞋嘛，顶级的鞋这个价位也是正常。我个人觉得呢，这个鞋子是值得去尝试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风险啊，就是这个鞋子的鞋底，就是这个大底鞋钉可能有点长，对不对？然后呢，后跟也有可能磨脚，这当然这些都是它的隐患啊。但是呢，鞋子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特别是这个颜色，这算叫什么？爱马仕橙吗？还是叫什么？最起码看起来是很有质感的啊。那现在它的鞋子里面这个系列好像配色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基本上呢，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这些了。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或者长按3连支持一下。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有对这双鞋感兴趣的话呢，你要不然就直接找我的闲鱼吧，也是近期的足球鞋，那我有代购，好不好？啊，那可以把本期视频分享给他作为一个参考。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琪，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